享乐，当然也需要相应的资格呢。即使代价是自己的全副身心，你还是想要踏入这场狂宴吗？这位便是我们御影七术中的享乐之术，拥有支配力量的瑟利姆大人。身为显赫贵族的家主，瑟利姆却对那些所谓的权术完全提不起兴趣。他更喜欢做那些能够满足自己，或是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，比如说举办狂宴，或是出于对那些旧贵族品味的鄙夷而亲自上手设计服装。这种大张旗鼓又有些离经叛道的行事风格，在廊丘也是独一份的。所以他身上除了最基本的贵族要素，我们还加了不少剪裁和拼接设计在里面。比如说他露出的那种半边肩膀啊，然后后面的衣服也是半边裁开，就连背后的裙子也是裁开后再用别针接上的，展现出他的优雅和他的狂气。高贵又干净的设计，不愧是我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在角色的表情上也稍微下了点功夫。我想要这个 V。你要保持这种嘴型，同时然后又去有那种情绪上面的说话，而且张嘴闭嘴下来呢又不违和，这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尝试，尽可能还原角色原本的那种口型风格。舌头方面呢，其实也做了定制化的一些处理。身躯古堡，皮肤因为不见阳光，就有种略微病态的那种苍白感，又时不时在日常的举止和表情中透露出他有点危险的本质。统统臣服于我吧，你们这些无趣的家伙！瑟利姆擅长掌控他人，通过运用影中的力量，他能够把别人收为自己的仆从。之所以会这么做，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把那些失礼的家伙调教成更加得体的样子，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他的个人兴趣使然吧。锁链和刀的组合，首先给人一种独特且危险的感觉，更何况它是瑟利姆的武器，近可以干净利落的收割，远可以舞出利刃，造成大范围的伤害。但这样危险的武器对瑟利姆来说却更像是玩物吧，他会把利刃当绳子荡在空中，仿佛是在嘲笑敌人的软弱。完全不够尽兴呢，再陪我玩玩吧，好不好？随心所欲是瑟利姆战斗的核心，它可以自由切换各种招式，在空中与地面间上下翻飞。伴随着笑声，瑟利姆会用鞭笞、束缚、斩击等各种攻击手段封锁敌人的切入。跪下！无论在空中还是在地面，高频率的回旋挥舞链刃，在刀刃破空之间将敌人的防御撕裂。等他玩够了，就会展开自己的锁链领域，在其中穿梭斩击，将敌人蹂躏一番之后，再将其终结，为家主大人一天的娱乐做个尽兴的收尾。好好表现哦！向我低头吧！与我共舞，负我狂焰，与我同欢。当然，瑟利姆也不会无条件地支配每一个人，或许他会放过那些对他以礼相待的人，那些完全入不了他眼的人，又或者是真心让他觉得有趣的人，比如某位不请自来的行骗大师。小雀子，给夫人把把脉。小雀子，听您的，瑟利姆大人。跟随着这对临时结成的主仆，我们将见证瑟利姆在100年前的一段经历，加深对于七术的了解，同时也不得不与这位有些危险的大小姐来一次近距离接触了。或许你会觉得加入她的狂宴也不是一件坏事呢。坏孩子们都在哪里呢？